우리 공화국을 향해서 핵미사일을 쐈어. 지시하시더라. 一枚载有核弹头的火星式弹道导弹腾空而起，从北朝平安南道山区直接向日本领空飞去。美国海军探测到导弹发射信号，立刻将攻击坐标通报给日本海上自卫队。一艘金刚级宙斯盾舰迅速发射导弹进行拦截。为了确保拦截成功率，原本打算袭击北朝的美军 B-52轰炸机只好将所有空射巡航导弹调转方向。三方导弹在日本北海道海空相遇。 核弹爆炸让北朝地下指挥部的军官们振奋不已。然而李泰汉知道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因为他的手上只有这一颗核弹。而之所以将目标从南韩改为日本，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暂时放弃袭击北朝的计划，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拿到其余核弹的密钥。미국이우리말보다는일본애들말을더잘듣지않네。 随后，在李泰汉的授意下，北朝发布最新宣言，撤销了此前的公开宣战，并正告美韩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北朝的所有核弹会将日本夷为平地。 作为一个政治老手，李泰汉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为了保护日本，美国果然让南韩保持克制。既然北方已经取消宣战，就不要再让半岛局势升级了，还美其名曰要考虑盟国人民的生命安全，这让南韩现任总统气愤不已。 한미동맹이 미일동맹보다 더 거지 같은 거라 이겁니까? 既然争取到了缓冲时间，李泰汉立刻命人去杀掉1号并夺取密钥。当医院门口的士兵打开车门准备检查时，被车里的杀手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驻守在周围的士兵立刻对着救护车发动攻击，可这时2个杀手从医院楼里闯了进来，直接偷袭了天台上的士兵。抢占到制高点后，杀手对着下面的士兵疯狂扫射，瞬间解除了医院门口的武装。杀手老大随后炸掉了医院的供电系统，武装雇佣兵成功进入大楼。 然而，楼内负责防守的士兵火力异常凶猛，雇佣兵很快就全军覆没了。关键时刻，杀手老大扛起一挺火箭炮，直接炸开了通往秘密诊室的大门。铁宇为了保卫1号和杀手老大展开激烈搏杀，但最终还是被对方抢占了主动权。杀手老大并没有射杀铁宇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干掉1号，拿走密钥。可当他掀开幕布后，这才发现躺在手术台上根本就不是1号，1号早就被铁宇和哲元趁乱转移了。 匆匆赶来的特种部队乱枪射死了杀手，成功救下了铁宇。但作为跟随李泰汉几10年的部下，铁宇深知对方的行事作风，即便拿不到密钥，李泰汉也不会放弃对1号的暗杀。而且核弹密钥早晚也会被骇客兵全部攻破。他告诉哲元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他自己为诱饵，对李泰汉执行斩首行动，然后把1号送回北朝，恢复原有政权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，铁宇和哲元俨然成为了一对亲密战友，两人在密道口依依不舍地握手分别。随后，铁宇独自进入地下密道。 跟着前来接应的士兵前往指挥部，得知铁宇带着密钥回来后，李泰汉立刻向全军发布了解放南韩的行动命令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被他视为最忠诚的老部将居然叛变。铁宇告诉官兵们，核战争只会将整个半岛推向深渊，无数百姓会因此而丧命。而这一切无非是李泰汉等人为了巩固政权的手段罢了。可他的人微言轻，终究无法劝服众人。临死前，他按下了手中的信号器，收到目标定位的南韩战斗机立刻发射了钻地导弹。随着信号在屏幕上消失，哲元知道他的北方朋友用生命完成了保护半岛的伟大使命。1周以后，南韩举行了总统换届交接仪式，新上任的候选总统向国民宣布，将会尽最大的努力重启南北对话，绝不让战火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燃烧。원래하나였던나라는반드시하나의나라로다시돌아가야합니다。 然而，嘴上说着和平的南韩政府却并没有把1号送回北朝，他们以此为要挟，希望北朝方面能把所持有的1半核弹分给南韩。只有双方都成为拥核国家，才能保证半岛永远不会爆发核战争。最终，南北方达成了一致意见，北朝将半数的核弹交付南韩，1号顺利返回了北朝。故事到此也告一段落。本片虽然剧情设计槽点满满，但韩朝两方对于和平的渴望以及对日本的仇恨还是表现得可圈可点。作为主角的铁宇虽然死，但铁宇的故事却并没有结束。第2部首脑峰会即将震撼来袭，铁宇和哲元两人变换角色，再度演绎巅峰对决。我是立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